2025年，全球经济像一艘在狂风暴雨中颠簸的破船，暗流涌动，危机四伏。通货膨胀像野火燎原，压得各国喘不过气；金融市场像过山车，忽上忽下，投资者心惊胆战。那些追着短期暴利跑的跟风侠，不少已经亏得血本无归。选对资产就像在雷区里找生路，稍不留神，财富就可能灰飞烟灭。很多人还抱着稳赚不赔的幻想，以为某些资产能保住钱包，但真相残酷。2025年的资产贬值潮已如洪水猛兽般逼近。房地产、科技股、黄金、债券、虚拟货币，这些曾被吹上天的财富救星，如今却暗藏杀机。这不是某个行业的小打小闹，而是席卷全球的集体危机。为什么这些安全港湾突然成了财富黑洞？答案很扎心，经济危机的阴云正笼罩全球，许多看似坚挺的资产即将崩盘。今天我们就聊聊全球经济放缓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、供应链危机频发、投资者信心动摇、市场波动剧烈，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想保住血汗钱？这个视频干货满满的避坑指南将带你揭秘2025年最危险的5大资产，它们的贬值潜力可能让你倒吸一口冷气。赶紧看下去，保护你的财富从现在开始。1、房地产。房地产市场正迎来几十年来最剧烈的震荡。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，房价已飙到天价。过去10几年，房价像坐火箭般狂涨，尤其在大城市，普通人攒一辈子钱也买不起一套房。这种极高价格早就埋下隐患，市场泡沫随时可能炸裂。过去，房地产被视为财富增值的铁饭碗，但现在它更像一颗定时炸弹。为什么房价会崩？首先，高利率政策像一把利剑，直插房地产的心脏。为了压住通货膨胀，全球央行纷纷加息，贷款买房的成本暴涨。举个例子，过去月供5000元的房贷，现在可能要8000元，甚至更高。普通人哪还敢买房？需求一萎缩，市场立马凉了半截。其次，供应过剩雪上加霜，许多城市堆满了烂尾楼，开发商资金链断裂，楼盘变成鬼城。从中国到东南亚，再到部分欧美市场，空置房和未完工项目比比皆是，供过于求，房价不跌才怪。更要命的是，消费者信心崩了。以前大家都觉得房子是铁打的财富，买了就增值。现在呢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房子是烫手山芋，不再是保值神器。很多人甚至选择租房，观望市场，而不是冒险入场。最后，高杠杆放大风险，购房者和开发商借了大笔贷款，市场一旦下行，银行收紧贷款，资金链一断，立马全军覆没。许多开发商已经破产，购房者也因还不起贷款而被银行追债，市场陷入恶性循环。具体影响有多大？以美国为例，2024年抵押贷款利率已从 3% 飙升至 7% 以上，购房需求骤降 30%。中国部分城市房价已下跌 20% 至 30%， 且仍在探底。预测未来3至5年，全球房地产市场将迎来大洗牌，暴涨的楼盘可能腰斩。尤其是一些过度依赖房地产经济的地区，比如澳大利亚、加拿大，调整幅度可能更大。普通人怎么办？如果你全靠房子保财富，赶紧重新盘算。现在不是买房的好时机，也不是靠房地产暴富的年代。明智的选择是退出过热市场，寻找更稳健的投资渠道，比如分散投资到其他资产类别。还在纠结要不要买房？醒醒吧，房地产泡沫的倒计时已经开始。与其冒险接盘，不如静观其变，等待市场触底后再做打算。投资房产的黄金时代已结束，未来将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战场。
2. 科技股。科技股这几年火得像好莱坞大片，尤其在人工智能、AI、新能源、云计算等领域，资本像风了一样涌入，股价被炒到上天。但别被虚假繁荣蒙蔽，许多科技股的估值已严重偏离盈利能力，泡沫随时可能爆。从特斯拉到英伟达，这些明星企业的股价曾让投资者狂热，但现在他们正站在悬崖边。为什么科技股危险？第一，市场太狂热，投资者对 AI、电动车、元宇宙等行业的未来预期过于乐观，推高股价。比如，有些科技公司的市盈率、股价和每股收益的比值，反映股票贵不贵，高达几百倍，远超合理水平。你花100块买的股票，公司可能几十年都赚不回这100块。以某 AI 公司为例，其市值已超1000亿美元，但年收入仅几亿美元，估值完全靠讲故事撑着。第二，盈利跟不上。很多科技公司技术虽牛，但还在烧钱阶段，离稳定赚钱遥遥无期。比如，某些云计算公司年年亏损，靠融资续命。市场一冷却，投资者信心一崩，股价立马跳水。第三，全球经济放缓，资金从高风险科技股撤离。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，印钱多，利率低，让科技股飞高。现在加息和经济收缩，资金跑向更安全的资产，比如国债、现金。2024年，纳斯达克指数已回调 10%， 许多中小科技股跌幅超 30%。第四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。中美科技战、芯片短缺、供应链危机，让科技公司运营成本飙升，盈利压力更大。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这些公司的长期价值。怎么避坑？别追热点。估值虚高的科技股，比如某些 AI 公司，短期可能还涨，但长期就是定时炸弹。投资时挑市盈率合理、盈利稳定的公司，比如老牌科技巨头微软、苹果，别一窝蜂追新概念。还要关注企业的现金流、债务水平和市场竞争力，避免踩雷。冷静点，别被市场狂热冲昏头，否则回调一来，你的钱包就得暴瘦。未来几年，低估值、盈利稳健的科技股可能更有机会，但现在谨慎才是王道。3. 黄金。黄金一直被当乱世救星，经济一乱，大家就抢黄金保值。过去几年，全球央行大放水，狂印钞票，黄金价格从每盎司1500美元飙升至2200美元，吸引无数人入场。但别高兴太早，现在的黄金价格已进入泡沫区，暴涨背后藏着暴跌风险。为什么黄金不香了？首先，避险功能被高估。经济危机时，黄金确实能保值，但现在价格太高，远超实际价值。比如，黄金的工业需求用于电子、珠宝有限，价格主要靠投资需求撑着，一旦市场情绪转向，泡沫一戳就破。其次，全球经济缓慢复苏，通胀压力缓解，黄金吸引力下降。2024年，全球通胀率从 8% 降至 5% 左右，投资者开始投向能赚更多利息的资产，比如债券、定期存款，黄金需求萎缩。第三，加息是黄金的天敌。高利率让持有黄金不产生利息的成本变高，资金流出黄金市场。以美国为例，2024年联邦基金利率已升至 5.5%， 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 4.5%， 黄金的相对回报率大幅下降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第四，替代品崛起。
投资者开始关注其他贵金属，如白银、铂金或实物资产，如艺术品、收藏品，分流了黄金的投资需求。未来走势怎么样？短期内，黄金可能因地缘冲突或市场动荡仍有支撑，但长期看，贬值风险不小。预测2027年，黄金价格可能回落至每盎司$1800，甚至更低。别在高点追涨。想投资黄金，关注市场动态，找低点入手，或考虑黄金矿业股票，间接投资更灵活。比如，投资金矿公司股票，既能对冲黄金价格波动，又能享受公司盈利分红。总之，别把黄金当万能保险，冷静分析，别被短期热炒忽悠。4. 债券。债券曾是稳妥投资的代名词，尤其对讨厌冒险的人，买点国债、企业债坐等利息多省心。但现在，债券市场被加息周期搞得鸡飞狗跳，价格大跌，投资者亏得心慌。曾经的安全港湾，如今成了隐形雷区。为什么债券不稳了？第一，加息让债券价格下跌。简单说，债券的收益率、利息回报和价格反向相关。央行加息，市场利率升高，老债券的固定利息显得不值钱，价格就跌。尤其长期债券10年、20年跌得更狠，持有者可能面临浮亏，账面价值缩水。比如2024年美国30年期国债价格下跌 15%， 许多投资者账面亏损严重。第二，政府债务高企。很多国家为填财政窟窿，狂发国债，供过于求，债券收益率被压低，吸引力大减。以日本为例，其国债占 GDP 比重超 250%， 新发债券的回报率低得可怜。第三，高利率让债券的安全光环褪色。以前债券收益率低但稳定，现在价格波动大，风险不比股票小。企业债尤其危险，经济放缓导致违约风险上升，垃圾债、低信用评级债券违约率已从 2% 升至 5%。 第四，通胀侵蚀回报。即使债券有固定利息，通胀高企让实际购买力缩水，投资者得不偿失。怎么应对？减少长期债券持有，短期债券1至3年，收利率波动小，更稳妥。比如短期国债或高评级企业债，收益率适中且波动低。别把鸡蛋全放债券篮子，搭配股票、现金、实物资产分散风险。还可以考虑通胀保值债券 TIPS， 能在通胀环境下提供额外保护。债券没以前靠谱，但选对类型，控制仓位，依然能稳住收益。未来灵活调整债券组合，关注利率走势，才能少踩坑。5. 虚拟货币。虚拟货币，比特币、以太坊这几年像坐火箭，价格暴涨让无数人眼红，也让不少人一夜暴富。比特币从2020年的1万美元飙到2024年的8万美元，吸引了全球投机者。但别忘了，这是个暴涨暴跌的市场，投机气氛浓厚，泡沫随时可能炸。为什么虚拟货币危险？第一，波动性吓人。比特币一天涨 20%， 跌 30% 不稀奇。2024年某次闪崩，24小时内跌幅超 40%。普通人哪受得了这种刺激？第二，缺乏实物支撑。股票有公司，债券有利息，虚拟货币呢？基本靠市场情绪和炒作，价值极不稳定。许多币种甚至没有实际用途，纯粹是空气币。第三，监管收紧。越来越多国家对虚拟货币出手，比如中国全面禁止交易，美国加强对交易所监管，欧盟推出新规打击洗钱。市场信心一错，价格立马跳水。第四，泡沫明显。许多小币种被热炒后暴跌 90% 以上，投资者血本无归。
即便大币种如比特币，也因投机驱动而难以长期稳定。2024年，全球加密市场总市值从3万亿美元缩水至2万亿美元，蒸发1/3。第5，技术风险。黑客攻击、钱包丢失、交易所跑路频发，投资者资金安全无保障。2024年，某大型交易所破产，数十亿美元资产化为乌有。怎么避险？远离虚拟货币最稳妥。别被短期暴利诱惑，泡沫破裂时，亏得最惨的是跟风者。想投资，选透明、有监管的传统资产，比如股票、债券，至少不至于一夜清零。虚拟货币市场像赌场，赌徒多半输多赢少。即便看好区块链技术，也应投资相关公司股票，而非直接买币。理性点，别趟着浑水。2025投资锦囊：如何保住钱包？这5大危险资产：房地产、科技股、黄金、债券、虚拟货币，风险已明摆着。房地产高杠杆，供过于求，泡沫破裂在即，房价可能腰斩。科技股估值虚高，回调风险巨大，许多明星股已现颓势。黄金避险功能减弱，价格泡沫随时炸，长期贬值风险高。债券加息压顶，长期债券浮亏严重，安全光环褪色。虚拟货币投机驱动，暴跌风险如影随形，监管收紧雪上加霜。面对着乱局，投资者得擦亮眼睛，别被暴力幻想冲昏头。市场变幻莫测，情绪化投资只会让你成韭菜。未来怎么投？几条硬核建议：追低估值资产，选优质蓝筹股，大公司盈利稳定，市盈率合理，抗风险强。比如消费品巨头、金融企业，现金流稳健，适合长期持有。短期债券更安全，避开长期债券，短期国债或高评级企业债波动小，收益稳。通胀保值债券 TIPS 也是不错选择。黄金谨慎配置，别追高，考虑贵金属股票或其他对冲工具，如白银、铂金，灵活应对市场波动。多元化投资，别把钱砸一个篮子。股票、债券、现金、实物资产，如艺术品、收藏品，搭配分散风险。建议股票占40%，债券30%，现金20%，其他10%，根据风险偏好调整。理性第一，别跟风炒热点，分析资产基本面、盈利、增长、风险，冷静决策。订阅靠谱财经资讯，学习基础投资知识，避免被市场噪音误导。动态调整，市场瞬息万变，定期检查投资组合，每季度重新评估资产配置。关注央行政策、地缘事件、行业趋势，及时止损或加仓。长期视角，投资不是赌博，短期波动无需恐慌。锁定3至5年甚至更长的回报周期，稳扎稳打才能笑到最后。2025年的投资市场像雷区，但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全球经济虽充满不确定性，但危机中总藏着转机。房地产调整可能催生低价买入机会，科技股回调可能暴露价值洼地，黄金和债券的波动可能为灵活投资者创造套利空间。关键是理性选资产，科学配组合，才能在风暴中守住财富，甚至逆势翻盘。现在就行动，重新审视你的投资计划，列出目标、预算和风险承受能力，别让血汗钱打水漂。未来属于冷静的头脑和果断的行动，你的财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关注我，我是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